插打一体的长航时无人机正在现代战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极大地拓展着指挥员对战场形势的观察能力，悄无声息地记录着战场猎物的一举一动，直到最终接到消灭目标的指令。而这一切，对于千里之外的无人机操作手来说，也只是简单的摁几个按钮而已。而在未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之后，无人机还能发挥出哪些超乎我们想象的能力呢？聚焦智慧装备，放眼未来战场，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智战》。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走进国产双尾蝎无人机的研制和生产基地，来看一看它身上蕴含着哪些无人机未来发展的力量密码。发射。2021年的中国航展上，无人机的飞行演示首次出现在了飞行表演的节目单里。这其中，除了大名鼎鼎的国产翼龙无人机和彩虹无人机家族以外，一款造型奇特的无人机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不同寻常的机体结构和堪称炸弹卡车的外挂武器配置，让它一起飞就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就是国产双尾蝎无人机。为了探究这款无人机身上更多的细节，我们来到了双尾蝎无人机的研发和制造基地。这间厂房里的每个工位上都停放着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的无人机产品。在厂房外，试车工位上还不断有装配完成的无人机进行动力系统的试车。这样天天和一架飞机混在一起，真可以算是我的梦想工作。我们的运气不错，赶上了一批双尾蝎无人机完成飞行前的测试，即将进行试飞。而今天，他们的试飞科目也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现在就在我身后就一架这个双尾蝎无人机在这个车辆拖动下正在往跑道上走，它这个速度其实不是特别快啊，也其实跟我们，比如说我有个小跑，对吧，我就可以追上它，整个的还是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飞行安全。来，我们看看这架双尾蝎无人机，这个虽然仅仅是个飞行试验，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翼下挂载是非常的饱满。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有这个自由落体的那种炸弹，然后呢有这种制导的精确制导的那种炸弹，然后中间的这个重挂架上面还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药，这是什么呢？这个一会儿我们再介绍这个答案啊。那么今天他要在这种满挂的情况下去跟他的伙伴们一起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没错，我说了，伙伴。因为今天进行试飞的并不是一架双尾蝎无人机，而是3架。而他们今天要挑战的飞行任务，是要在空中进行密集的编队飞行。这在国产的长航时无人机当中也是第一次。到这儿看，发现非常有意思。今天来这3架双尾蝎无人机，其实细看啊，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因为有的发动机是2个发动机。然后有的是3个发动机，然后呢，它们的挂载方式啊，有的挂架会更多一些，
就相当于一个家族当中的这个3胞胎兄弟。远看可能都长得差不多，但是细看呢，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当然，作为一个家族中的3兄弟，他们身上也有着很多的共同点，而这个以2条尾巴为特点的外形结构设计，是其中最容易看出来的一点。从空中俯瞰，这个结构像极了汉字中代表20这个数字的“念”，所以这个结构也被称为是念式布局。那么，把无人机设计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双尾称，从结构上看的话呢，它的气动的效果比较好。它就是呢，使得气动力的这个分布更加的均匀。你看，我们这个平尾比较高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在简易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呢，着陆的时候，就避免因为地面上的一些杂物啊，这个飞起来。损伤到这个飞机的机体，考虑起降条件的问题。对对对，环境适应性。第3个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双尾称，就是使得从结构上有很多的空间，可以便于搭载很多我们的天线呐、电子设备啊等等这些。也就是说，这个飞机除了它具有6个挂点，这个外挂点可以挂载载荷之外，尾称这个中间也有大量的空间。可以装载这样的一些客户的一些载荷，所以我就看到每一个双尾蝎，好像它尾巴上装的一些什么天线啊东西都不太一样。是的，特别是天线，您说这个特别正确。这个天线如果说距离太近，不便于安装的话，那可能会出现相互之间的干扰。这种干扰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探测的效果。那么3代发动机的目的就是说，可以比较大的提升飞机的性能，也就是使得它的巡航的高度、巡航的时间。以及飞机的最大速度都得到了提升。现在，3架双尾蝎无人机已经在起飞点集结就绪，地勤人员正在进行繁忙的航前检查工作。这样严格的操作规程，让我觉得这和一架有人机的起飞没有多大区别。毕竟，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飞行都是一项严谨的任务。3架双尾蝎无人机在跑道上，发动机处于怠速运行的状态，慢车啊，现在正在静静的等待着指挥方舱里面这个操作员啊发出这个起飞的指令。进入到了准备起飞的状态，就等着这个起落架的刹车松开，走了。这种大展学比平直翼的这种飞行器啊，它起飞包括降落这些都非常的优雅，很平稳，然后就感觉速度也不是特别快，然后就飘着飘着就起来了。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航拍无人机在后面追，它确实这个起飞速度还是比我们航拍无人机快太多了。赶紧过去看一下这个指挥方舱的情况。升空后，3架无人机就要进行编队飞行了。因为没有飞行员在空中直接感受飞行状态，所以这样的编队飞行，飞行操控的难度会显著提高。在缜密的指挥协同下，3架无人机逐步靠近。我甚至能从1架无人机的摄像机中看到正在下方飞行的另外2架无人机，速度、高度、航向，每个数据都要保持稳定一致，这也是对操作手的严峻考验。还不错，第一次通场，3架机摆成了一个梯形阵啊，这是斜线。然后现在其中1架机刚刚脱离编队，正好在我的头顶上空，这个梯形编队做一个解散的动作。第2个队形是一个基本上是个前3角的队形了。我们的1号机啊是整个编队的领机啊，在最前面，这是一个稳定通场。可能珠海航展上都没有这样精彩的展示啊。
我们在同一个视野当中，但是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3架双尾蝎无人机同时在进行挂弹的这种飞行。您可能会问，这样多架无人机空中协同飞行会有什么用呢？那么接下来，2架双尾蝎无人机会用一个模拟任务演示给出答案。现在，其中1架无人机已经实现了对地面一辆行进中的小型车辆稳定的跟踪。它的目标继续行驶。这个时候，如果需要，无人机就可以对这辆小车发动空中打击了。而这一次，打击行动就要由另1架无人机来完成。刚才这个协同打击过程其实都是在我身后这些方舱里面来完成的。其实看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第一点，那个光电头真的是太稳了，这在空中就好像是架了一个几百米高的一个监控摄像头一样，四面八方啊，非常稳的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今天是有一些小的这个云层会有些遮挡，但是呢，只要出了云层，很快就可以看清地面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发现了可疑的目标或者要打击的目标的话，这个操作员只需要按上几个按钮，很快就可以对这个目标进行锁定。哪怕是一辆小车在行驶当中，它可以稳稳地锁住它，然后呢，它就可以把这样的这个地方的信息交给的另外1架就是执行打击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上面。那么这样的整个打击过程呢，会显得非常的既简便又高效。当然，这次任务是一次模拟。如果要验证实弹的打击能力，我们就需要专用的靶场了。我们跟随试验队员们进驻了位于西北腹地的某试验基地，他们已经在这里完成了多次实弹打击的测试。这里广袤的无人区足够双尾蝎无人机大展拳脚了。今天这个现场大家也看到了啊，地下是湿的，因为今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在西北地区还有这么复杂的天气情况。因为下完雨之后，马上又是一个晴天，我们就抓住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进行这次实弹打击的测试。但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跑道相对其实是比较窄的，然后呢，跑道上又有积水，比较湿滑，其实对无人机啊自己控制这个起飞，特别是着陆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挑战。双尾蝎无人机进入起飞位置，弹药的挂载工作就要在这里进行。我知道给无人机专门设计的弹药都相对比较小巧，但像这样2个人就可以搬动，用螺丝螺帽固定就可以完成装载的过程，便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象。小小的导弹让双尾蝎突然有了杀气，就如同蝎子尾巴尖端的毒刺一般。现在这个全机航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虽然说这个发动机还没有启动，但实际上这个双尾蝎已经处于一个醒来的一个状态。它现在这个翼下挂的就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导弹啊。这导弹呢，它可以在跟双尾蝎的配合当中啊，在发现目标之后呢，对目标通过图像进行锁定，所以它的这个打击距离要比目前采用一般的这种激光制导的那个导弹要打得远得多。但是能不能打准，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不能打准啊？就要看今天他们的表现了。好容易转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就要避开这个发动机前方啊，后方的一些这个危险区域，我们到侧边来。
这方舱里面工作比较紧张，也比较拥挤，我就不在里面打扰他们了。在整个这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操作员其实是要实时的这个监控飞机的状态，因为特别是这次是一次实弹的打击啊，大家的这个精神也是高度紧张。我们的无人机是要飞到比较远的这个靶区啊，中途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飞行时间。可能还会跨越到不同的这个天气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员是要对它进行全程的这个严格的监控，来确保这个飞行安全的。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无人机进入靶区，开始搜索目标。这一次我们设置的是一辆报废车的实体靶标。通过数据链的传输，目标的图像也很快出现在了指挥员的眼前。一切就绪。可以随时发动进攻了。3、2、1，发射！智能化的平台和弹药让无人机对地面目标的猎杀精准高效，这也在成为无人机和它搭载武器的发展趋势。这里是一座模拟的双尾蝎无人机作战指挥中心，这些操作台和真实的指挥方舱里面设置几乎完全一样，而我们在正常的无人机操作席位之外，还发现了新的操作员位置。这个席位同样有操作杆，同样可以看到空中回传的图像。那操作员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呢？对了，我们在节目开头时曾经提到过，在双尾蝎无人机的机翼下方挂载的这个大家伙，这就是新增的操作席位要来指挥的新型智能装备。为了和挂载它的大型无人机相区别，可以把它称作巡飞子机。那么这样的一个子机，体积啊、重量都比较大，而且呢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么在空中进行投射，在这个作战区域之外，那么把它投出去，那么让它呢自由的飞向战区。那么同时这个呢飞机和无人机这个机体之间呢，它本身通过这样的一个中继通信，可以实现互通互联，也可以为我的这个母机或者其他的导弹，可以进行呢这样的制导和目标指示。我们过来前面看一下，它这个还挺长。这个长度就是3.39米，这个长度，本身重量150公斤。我们知道这个无人机本身就要代替人去进行一些高危险的这种战场去进行一些操作。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它再装一个像套娃一样的这样一个设计，再放一个子机出去执行任务？这方面呢有几种考虑。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就是说，首先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无人机本身它的危险。特别是在一些高对抗的这个战场环境中，对于一个大型的无人机来讲，毕竟它的体量还是有些大。危险区域之外，我把它放出去，它能够呢完全就是依赖它本身的这种自主导航，这个自主导航的能力的系统，按照地面任务规划给它指引的这个路径，划定的路径，完成这样的一个侦察任务，同时呢可以自主的返回到它的这个本身的起降地点。您也许注意到了，虽然无人机在蓬勃发展，型号品类越来越多，但实际上也需要更多的地面人员，特别是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曾经是有人机试飞员的李中华，在进入到无人机研制领域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更多的无人机飞行员。他告诉我们，过去无人机的飞行员基本上都有驾驶有人机飞行的经验，而现在更多的时候需要从没有飞行经验的人员里去培养无人机的飞行员。而要成为一个驾驭未来无人机的合格的操作手，除了理论学习之外，实际操作的机会显得尤为珍贵。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台为培养无人机操作手而设计的教学模拟器。今天我非常幸运的可以接受试飞英雄为我进行的无人机飞行1对1特训课，看看同样没有飞行经验的我是否具备成为一个无人机操作手的潜质。那现在我怎么能让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呢？刚刚我们把这个所有的飞行前的检查就已经做完了。那么现在呢，设置就在跑道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就直接可以按下起飞按钮，松开刹车，那么系统就可以呢自主的完成飞机的起飞过程。哦，我是先摁哪个？先摁起飞这个？对，你把这个摁下去，基本周边键按下去，对，然后把那个刹车松开，点松刹啊。对，松开刹车，然后你看这个飞机已经开始走了，它就自己动了，是吧？然后油门加上去了，现在你能够看到，飞机的油门是一个自主 automatic 这个自主状态，现在已经起来了啊。对，滑跑距离很短，几百米，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自主飞行状态，那么你能够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的状态。那么你看到那个左边在显的就是起落架在收上，啊，刚才起落架收完了，那么现在襟翼在收，现在襟翼收起来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转入了一个起落架襟翼收好的一个正常爬升状态。其实我刚才总共也就摁2个按钮是吧？是的，那个起飞，一个起飞，一个松开刹车，哎。接下来这个操作员还需要做什么吗？这过程当中？现在那个操作员的话，就更多的要看一下飞机这个飞行过程是不是完全的按照你之前给它进行任务规划的时候给它设定的这个航路据点航路。同时呢，你要看这样的飞行虽然操作简便，但确实让我也没有什么存在感。不过，李老师告诉我，在遇到应急情况的时候，确实会需要操作手直接操控无人机。正好，现在无人机已经接近机场了，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操控无人机降落的尝试机会。前面都能看到跑道了，就是黑颜色，这是跑道。对啊，我现在需要收点油门吗？我感觉这飞在我手里飘呢。要稳一点，不要修太大了。不，向右修，向右修，再向右修一点。突然有它太大了。你可以做复飞，然后重新来。刚才这顿操作这一身汗。这第一次不了解无人机的操作特性，没有降下去，情有可原。我决定再试一次。现在要拉起来一点点，别太大了。哎，现在就可以了。向右修，向右修，向右修一点，向右修一点，对，稍微慢一点，向右的修一点。落下来了，落下来了，哎，还，你又拉起来了，这落在跑道外边了，相当于。如果是真机操作，这个着陆就算没有坠毁，至少也会让双尾蝎瘸掉一条腿。这还真不如把自主权交给无人机，让它自己降落了。主要是因为有风的原因，它在修。飞行员这种操控这种负担。大大的降低了飞行员的操控。是的。很多情况之下，可以说90%以上，你根本不需要管它。你做的是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一个监控。当系统都是正常的，天气也是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在这里喝咖啡啊。看一看它就可以了。你看，就刚才跟这中华总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无人机自主的已经转过头来对准跑道了，已经。你看看那个点就已经开始到了下降点了。也就是当这个红点到了下降点的时候，它就开始下降。我在想，它这个背后这个飞控程序是跟我们飞行员一样吗？就是在快接近的时候，它会其实在做大量的操作，只是我们在通过这个东西看不出来而已。是的，所以说这个对于飞控系统的设计，对它飞行员操控这样的一些指令的一个植入，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就凝聚了很多飞行员的一些智慧。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才能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发挥出独树一帜的作用。而面对未来更高强度的作战环境，无人机的发展依然有很大的空间。
它需要人工智能的进步，提高自主能力；它需要丰富的协同方式，形成智能团队；它更需要更多的人才，把智慧投入到这个前景广阔的领域之中。那么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这个我们的人工智能、网络和大数据，这是为基础的。那么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我们的一些基础技术的一些提升和研发，同时它可以大大的代替人力资源，可以提高效率，可以确保安全，也能够把有些不可能变成可能。